眼前这座华丽的牌楼是北京唯一的明代琉璃过街牌楼，它就是北京东岳庙的牌楼。这座东岳庙始建于元至治3年，也就是公元1323年，后于清康熙年间失火，损失了不少建筑，所以在康熙、乾隆年间，清政府多次出资重修了庙宇中的建筑。之后在道光年间，东西两侧又增修了一些建筑，最终形成了更大的格局。它也成为了道教正一派在华北地区最大的宫观。如今的北京东岳庙内仍保留了部分元代建筑、清代建筑以及很多造像和碑刻，所以有3多之美誉，也就是神像多、碑刻多、楹联匾额多。我们正好到这边去了解一下道教的诸神，顺便给黑神话钟馗打个基础。毕竟庙内的主神东岳大帝就是主管生死的大领导，来这边打基础简直再合适不过了。北京东岳庙的另一个职能是北京民俗博物馆，内中收藏了很多珍品。基于以上的全部文物价值，所以这边是当之无愧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也是我们北京之旅的重要目的地之一。而本次的同行人便是我的老朋友无忌白兔了。大家好，我是徐工。Hello， 我是无忌白兔。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对，我们这次所在的地方是北京的东岳庙啊，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我们是2025年2月过去的，地铁2号线下车，步行一小段就能到。走到门口之后，我们发现东侧的重檐歇山顶小楼上边写着驼音，这是东岳庙的鼓楼，风吹驼鼓山河动嘛。另一侧的同款小楼写着京音，这个是东岳庙的钟楼，撞钟杵的造型就是鲸鱼形。他们这钟鼓楼布局居然是反过来的，正门的匾额则是康熙御笔书法。入口的对面有一座厚重的琉璃牌楼，这是一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石牌楼，是当时的司礼监太监冯保等人所集资兴建的。历经400多年岁月后，它的保存状况仍然是比较完好的。牌楼正反面的石匾，一边写着永延帝座，说的是希望皇权永恒；另一边写着至祀代宗，指的是祭祀东岳大帝时要按规矩来。相传这2处匾额为明代大臣严嵩的手书。牌楼由砖石和琉璃构成，结构是4柱3门7楼，总体的造型既厚重又复杂。如果往上看，能看到最上层的3个屋顶是歇山顶结构，几岔位置还有火焰宝珠，而正面的琉璃构件就更齐全了，有琉璃雀替、琉璃仿木斗拱，还有琉璃额方。如果到侧面还能看到琉璃霸王拳，连这个细节都做出来了。现在我们准备进门了，这边的全价票是10块钱，进门后可以免费请香。现在白兔已经去了，我个人是没有需求的。考虑到东岳庙的构造比较复杂，待会儿我们会在右下角的地图中将位置标注出来。下面我们来到占岱门，这是一座元建明修的建筑，其面阔5间，屋顶为单檐5殿顶，上覆绿色琉璃瓦。占岱门的匾额同为康熙御笔书法，走进去抬头看就能看到画风古朴的云形斗拱，梁架则比较平直，看起来更贴近于明代。外侧廊下是哼哈二将，不过在道教这边，他们也被称为龙虎二神君，分别是青龙孟章神君和白虎坚冰神君。内侧供奉的则是十太保，分别为温、李、铁、刘、杨、张、康、岳、孟、韦10大元帅。其中名气最大的温元帅名叫温琼，是一位温州人，在温州当地也有供奉。因生前多行善事，所以死后被温州人尊奉为神，并被纳入道教诸神体系中。现在我们走进下一进院落，能在院子里边看到一棵寿槐。相传这棵树的历史比东岳庙还要久远，按照下边展牌的说法，它已经有了800年的树龄，但树上的科学展牌写的则是500年树龄，自己都整出来2个答案。时至如今，这棵老树需要用架子支撑着，才能确保自身不会倒塌。这一进院落的外围是东岳大帝下辖的76司，比常见的72司多了4个。比如这边的张宗师祠就供奉着东岳庙的开山祖师张留孙，别处就不一定有这个。现在我们看看其他的，先看贞观土地司，这是土地司的上司部门，
一般让正直的大臣在死后管理这个部门，然后民众司和举义司共用一个屋，民众就是关怀每一个普通人，这个好理解。举义司是监督思想的，谁动了善念就有奖励，动了恶念就受罚。后面摩堪司和引路司共用一个屋，摩堪司是地府的审核机构，要确认每个人的罪行轻重判决是否得当。引路司则根据前面的结果推进下一步工作，善者引入天堂，恶者推入地狱。然后是现报司，负责给善人和恶人来个现世报，主管神灵是文天祥。下边是黄病司，专门让黄疸病人来此处祈求健康。在古代，黄疸是经常要人命的，所以专设一司，让病人们有个念想。后面的促寿司指的是短命的意思，如果在阳间干了缺德事儿，这边就给往下解阳寿。看到这里就想起民间传说中的罗成和韩信了。所生贵贱司指的是行善之人会从贫变富，作恶者会由富变贫。看来那些富豪个个都是行善积德的人呢。后面是索命司，专门负责给害死的好人报仇雪恨，索恶人的命。这一司最外侧的打工人就是牛头和马面了。下一个是城隍司，主神就是城隍，也就是城市的守护神。这屋是最该有钟馗的，但展牌并未明示，只有左侧最靠外那位有点像钟馗。再往后还有土地司，里边是穿着官服的土地神，这是一位人尽皆知的神，只是这次穿了官服，平时一般都是百姓装束。下一个是枉死司，专管那些命不该绝却死于非命的灵魂。照我说，多余设这个司，直接复活不就得了？然后是长寿司，负责监督人们少吃鸡鸭鱼肉，节食寡欲，修身养性，没事不要奖励自己，这样就能长寿了。76司我们就看到这儿，反正只需记住地府被细分出了很多部门，这就足够了。现在我们来到这一进院落西侧的广寺殿，这是一座元代建筑，转角铺座处有鸳鸯交手拱，并被涂成了半蓝半绿的样子。殿内供奉的主神是2位送子的神灵，分别是九天剑生明素真君以及九天卫房圣母元君。这2位是床神，老百姓一般将其称为子孙爷和子孙娘娘。广寺殿的对面是富财殿，冲着店名我们也得去看看。这是一座面阔3间的歇山顶小房子，同样始建于元代。殿内供奉2位财神，文财神是比干，武财神是赵公明。看过《封神演义》的朋友对这2位绝不会陌生。这时候白兔已经在门口准备上香了，也祝看到这里的朋友个个都财源广进，财务自由。回到院里之后，我们又看到一个铁驴状兽形雕，这个叫做铜特，相传是文昌帝君坐骑，造型是马头罗身，驴尾牛蹄。相传在东岳庙摸这个神兽能给人带来健康，事实上确实有不少人摸，这神兽的鼻子都给盘得锃亮锃亮的。铜特背后有一座碑楼，其屋顶为重檐歇山顶，上覆黄色琉璃瓦，里边存放的是一块康熙玉碑，记载着清朝东岳庙失火之后皇家出资重修的往事。与铜特对称的是一匹玉马，其实这不是玉做的，而是白瓷烧制的，相传这也是文昌帝君的坐骑。人家那么多香火，家里有2辆车也很正常。传说抚摸玉马能让人马到成功，但白瓷和金属不一样，无论怎么摸它也留不下明显的痕迹。玉马的背后也有一座碑楼，它和刚才那座碑楼的形制是完全一样的，里边是一块乾隆玉碑，记载的是乾隆年间皇家再次出资重修东岳庙的往事。再往北则是大片的碑林，我们拣选几块重要的碑来细看。其中有一块用玻璃罩子罩起来的碑，它就是元代的张留孙道行碑。这块碑不仅年份古老，而且还是名家赵孟俯亲自撰文书单并篆刻的，所以它在历史价值之外还兼有很高的书法价值。此外还有一块透亮碑，说的是碑首的位置有6个可以透光的孔，所以叫透亮碑。这个得站在碑阴一侧才能看得更清晰。最后我们来到正殿，也就是岱岳殿，这是一座面阔3间的卷棚歇山顶大房子。原版的元代建筑在清康熙年间被火焚毁了，现存的建筑便是清康熙年间重建的那座，匾额仍是康熙御笔。刚才碑刻上说皇家花钱，其中一大笔就花在这儿了。
现在我们走进殿内，发现此殿进深为3川，梁架画风依旧古朴。殿内供奉的主神便是东岳大帝，他就是刚才那76司的上级领导，也就是东岳庙的主神。岱岳殿西侧的舵殿是丙灵公殿，这位丙灵公是东岳大帝的第3个儿子，一般被称为泰山三郎，后被宋真宗加封为丙灵公。为什么宋真宗那么周到呢？因为这货搞完澶渊之盟之后，就舔着脸去泰山封禅了，顺便就给泰山三郎加封了。但泰山封禅这事儿也被他搞臭了，从此之后再也没有皇帝去泰山封禅了。与丙灵公殿相对的是三毛殿，殿内供奉的是三毛真君，这3位分别是茅山派祖师毛莹以及他的2个弟弟毛固和毛忠，3人合称三毛真君。其中的毛莹祖师相传是东岳大帝的女婿，他与东岳大帝同有掌管世间生死的权限。殿外有个小盘子，摆着一颗花生，这是用来给游客结缘的供果，须者自取。现在我们一路往后走过穿堂，就来到了玉德殿，这是东岳大帝及淑明坤德皇后的寝宫。如今这边供奉的是3官像，天官主赐福，地官主赦罪，水官主解厄。至此我们就逛完了北京东岳庙的中轴线建筑区。此外还有一些建筑分布在清道光年间增建的东西跨院里边，我们随机选几个来看一看。其中的鲁班殿虽然不开门了，但是殿前有一块民国碑，内容则是对鲁班的称颂。有这块碑就说明这个鲁班殿是真有一些历史的。后边的药王殿前没有碑，但它是开放的状态，里边有个药主题展，一走进去就看到了那个著名的针灸铜人模型。后边有个如法炮制区域，展示的是制药流程。如今这个词已经不只用来形容药了，后面还简单梳理了中医药的发展史，从远古讲到了如今。不过这个比较简略了。临出门的地方还有个测血压的地方，弄得还挺齐全。附近的马王殿也没有开门，但它的面前有几块碑，其中一块是清康熙年间的碑，另一块则是乾隆碑，证明这座马王殿本身也是有些历史的。这个区域就说这么多，因为这边的建筑和中轴线的那些建筑相比，实在是没那么重要，就不一一列举了。现在我们奔向西侧的展览区，当时这边是个漆器展，其中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漆器有清代的竹编黑地描金海水江崖青龙捧圣字纹8方盒，最顶端就是那条青龙，它捧着一个圣字儿，这就是青龙捧圣字纹。至于海水江崖纹路则在下方的暗处，不太能看得清楚。下一套精美的文物叫做木胎竹编黑地金漆山水人物图像，其中的山水楼阁就被印刻在箱子的最上方，配上少许的人物，就有了一种宁静致远的观感，这是古代士大夫所喜欢的那个调调。另一组精美的文物是黑地金漆彩绘缠枝花卉纹书卷式3层套盒，看这个书卷造型就知道，这是一套文房用具，上边的花纹则是以花卉等植物为主构成的。每个盒子的盖子和盒身则是子母口的造型，扣进去严丝合缝，有了这个造型就多了几分精致感。后面的朱棣金漆花卉诗文八仙人物纹3层套盒则又是一种精致，它的底色是朱漆，上边有各种的描金花卉，所涵盖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植物、动物、博古图。而靠下的位置则被分为8面，被描绘出来的八仙人物则拥有很明显的世俗感。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精美漆器，就不一一尽言了。至此我们就逛完了西侧的展厅。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进院落，这一整个后院都是老北京民俗展厅，展览是先从立春开始的，毕竟春天是1年循环的开端。之后在雨水时节，博物馆展出了农具实物，这24节气是与农耕高度对应的。在雨水时节，气候开始变化，这是个需要关注农田的时期，对应的文物是金龙4大王神位，这是祭祀龙王求风调雨顺用的。到了清明时期，人们则要扫墓上坟，此时对应的文物是清代和民国的明钞印版，此类文物也是有历史传承的。而在谷雨时节，则展出了一件木雕妈祖像，因为很多地方的人都会在这一天去妈祖庙里上香祈福。下面我们进入立夏，此时也进入了农忙期，后面所介绍的都是夏季的时令。刚才我们在建筑区没看到钟馗，
这会儿倒是看到了一幅钟馗画，而祭祀祖先和土地神这样的重要活动就安排在了夏至时节。另外人们还在夏季互赠香料，现场这些盒子就是装香料的。再往后是小暑大暑，很多人会安排在这时候晾晒物品，因为这会儿温度最高，太阳最足。对应文物是民国的冰淇淋机，这是一种民间的消暑工具。下面终于进入立秋了，这是收获的季节，对应的展品是草编工艺品，因为收获的季节稻草多，生产这种工艺品也方便。同时还提到了咬秋，讲究的是吃肉吃瓜，在处暑时节也要祭祖祭土地，大约是要把收成情况给做个汇报。对应的文物是清代瓷贡果，这是一种可以循环使用的祭品。再往后就是白露时节，这会儿收了粮食，正适合酿酒，现场的展品就是酒器。再往后是秋分，距离中秋已经不远了，对应的文物当然就是月饼模子了。中秋之后是重阳，以前重阳还有登高之类的民俗，现在已经逐渐式微了，任何一个没有假期的节日都会被人民自发抛弃掉。下面我们进入冬季篇，现场最多见的文物就是鞋子帽子之类的东西，大约是因为冬季寒冷，农活比较少，所以都躲在屋里干一些能干的事情。其中冬至这一天便是一年里白天最短的一天，对应的文物是火锅，这个时候确实适合吃火锅，暖心暖胃。小寒是比较冷的时候，和腊八比较接近，所以这时候差不多该熬腊八粥了。最冷的时候就是大寒了，这会儿已经是春节了。现在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年味少了？那是因为很多掌握互联网话语权的人已经脱离农业周期了，有些人大过年的还剪视频呢，那能有年味吗？有班味还差不多。至此我们就逛完了老北京民俗展厅，现在我们准备一路往东走，这边有一个馆藏精品银饰文物展，现场看到的这些银饰品都特别暗淡，因为表面的银氧化了，以前必然都是亮闪闪的。文物中比较抢眼的是一件银凤冠，它的最上层是二龙戏珠，中间是宝相花装饰，下边的流苏上有小小的凤形物。至于上边的蓝色用的则是点翠工艺，是用翠鸟的蓝色羽毛上的色。后一组饰品叫做盘长，它的这个造型是模仿绳结做出来的，后来成为了佛教的常见装饰，而且它的花样是不固定的，单是眼前这几件就各有各的不同。而上面的蓝色也多半来源于点翠工艺，后面是银藏刻珐琅彩麒麟宋子文吉祥坠饰项圈，下面那4个小的就是坠饰，上方那个方形大牌子中间的瑞兽就是麒麟，古人认为它能送子，所以常把小孩子称为麟儿。而最上方那个圆的就是大项圈了，可以给小孩戴在脖子上。后几件都是功能近似的银项圈以及长命锁，就不一一说了。但是后边的银虎头帽还是有点特殊的，这肯定比一般的虎头帽贵一些。在下个房间我们看到的另一顶凤冠，它最上端所用的是鲤鱼跃龙门的文化典故，这也是古代人很喜欢的一种造型。正面造型还是刚才的二龙戏珠，就不多说了。这顶凤冠的颜色看起来有点像是黄金，其实它是一件银鎏金凤冠。至此我们就逛完了展览区，也彻底逛完了东岳庙。看到这里，我们算是对东岳庙的神灵往事做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说真的，我们对于道教的这些神还是比较陌生的，远不如对佛和菩萨的了解多。因为道教本身的影响力已经被某些人刻意的限制住了。比如清乾隆年间就限定道士在收徒的时候，只能在年满40之后每人收一个徒弟，而且给出发人颁发度牒的时候也有各种门槛卡着。就这样掐脖子掐上几十年上百年，它就没法不衰落。很多精彩的故事和传说，以及生长于这片土地的共同回忆，也在那些人的刻意引导之下被逐渐尘封起来，成为了无人问津的往事。直到最近才有人以钟馗的名义重新打开了这扇大门。愿更多的人能被钟馗带进这辽阔的世界里，目睹那璀璨群星一般的众神，还有以他们之名写尽人间悲欢的那些往事。那是我们这个民族所拥有的那段最鲜活的历史记忆。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